听四月说中文。嗨，大家，这周过得如何呢？身体感觉还好吗？我今天想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台湾的中医。在开始之前，想要增加一个趣味，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并且在最后揭晓答案给你们。请问你觉得在台湾去看中医，每次大概要等多少的时间呢？A 10分钟，B 30分钟，C 1小时以上。最后我再来跟大家公布答案喽。那所谓的中医，大家都有听过吧？英文就是 Chinese medicine。虽然光看字面的意思，觉得好像很容易懂，就是中国的医学嘛。但是实际上，真正看过中医的人应该是少数，也可能很难想象到底去看中医的流程是什么。所以我今天就想跟大家分享看中医的流程。首先应该会很好奇，什么时候台湾人可能会有想去找中医看病呢？其实通常如果是小感冒或是不小心生了病，台湾人都还是会去找西医居多，像是去开在家里附近的小诊所啊，或是医院，既方便又可以很快的得到医生的诊断，挂号费也很便宜。而且虽然有时候挂号的人还不少，但是因为看诊的流程很简单，所以通常很快就可以看完了，不会花太多时间。而看完后，医生则会开大约3天左右的药。那你说，如果吃完3天的药还没有好的话，就再回去看。大致的流程是这样子的。但是中医的部分呢，无论选择中医的目的、看诊的流程，还是吃药的方式，就都很不同哦。通常大多会去看中医的人，并不会是为了小感冒，而是为了调理身体，也就是希望能长期改善自己身体的某一个不好的地方吧。那为何会有这样的差异呢？因为中医主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能透过把脉、问诊来了解你的身体状况，并透过不同的中药来让你的身体自己渐渐改善，而并非开一些能立即有效的药来缓解你的不舒服哦。举例来说，你今天有一直长不停的痘痘，如果去看西医，医生可能是给你擦药，让你能够瞬间看到改善，但是可能擦完了一个地方，另一个地方又继续长，并没有办法真正控制痘痘的问题。但是如果你去看中医啊，中医师会想要了解为何你一直长痘痘，例如你身体哪里出了问题，或是了解你平常饮食的习惯，最后透过中药调理，让你未来不会再继续长痘痘。从这个举例应该就可以看出两个的不同了吧？也应该有让你觉得，那我不就去看中医就好了吗？然而，为何大家还是很常选择西医呢？原因就和中医看诊的流程有很大的关系了。首先，台湾的中医数量还是没有西医多，但是中医的需求还是蛮高的，所以不管是哪一间中医啊，几乎都是排队排得满满的，每次去都要抽号码牌等一阵子，没办法立即看到医生。再来就是中医的看诊流程，以我的经验，等到终于排到了和医生问诊的时间，问完之后还会安排针灸，所以需要等针灸师傅来帮忙。另外，如果是和肌肉相关的病痛，还会有类似推拿，也就是像按摩的治疗，所以又是另一个等待和治疗的时间。最后再去和柜台拿医师开的中药，才会完成整个流程哦。以我的经验来说，虽然每次都有预约下次看诊的时间，但是每次看都还是要等很久。尤其如果是要上班上学，必须晚上才能看的话，那经常会看到很晚才会看完。老实说，很多人都没有这样的时间等待，所以很常看一次就放弃了，转而寻求西医的解法。另外，刚有提到啊，中医的目的是要帮你调理你的身体嘛。既然是要调理身体，当然不是1天2天就可以完成的事啦。
所以每次开的药经常都是高达半个月以上，而且这些药都是要照3餐吃，并且在吃完之后还要再回去看，至少都要吃个半年，甚至需要长期一直吃。我就有亲戚朋友是已经年年看中医看了10几年，一旦停药了之后，身体又恢复到之前不好的状况，所以就得花时间再去看。因此，基于这些需要花长时间看诊的原因呢，让很多人还是放弃看中医，而寻求快速的西医来治病了。另外还想到，中医大多数的药都是粉状类的，并不是像西医开的胶囊或是一颗一颗的药，所以吃起来也不太方便。加上味道也比较重，所以常常有人说吃中药一阵子，身上也都会有中药的味道，这是非常正常的哦。另外，也有一些中医开的中药是需要你自己回家另外煮的，又称为煎药，要煮成汤才能喝下去。这种就更加花时间了，通常都是真的有时间安养身体的人，像是孕妇啊、想生小孩的人，或是刚开完刀等等的人会寻求的方法。听说功效真的很不错，但是花费也相对高昂。尤其台湾有些中医师是所谓的秘医，也就是可能没有执照，但是却口耳相传很厉害的医师。也因为没有执照的关系啊，他们都是收现金，而且没有使用台湾的健保补助，看一次可能会花上台币好几千元，这就看你相不相信这位医师的功力了。所以最后大家应该都有猜到了吧？看一次中医大概要花多久的时间呢？答案就是 C， 1小时以上了。当然，这有可能和你去看的医生的热门程度有所不同，但是这是以我的亲戚和朋友们的经验。不过也好险，现在有了 App，很多医院都会让你安装他们的 App，来让你追踪医生现在看到几号了，也不用一定要在医院那边等，算是一个很棒的发明。或许也会提高大家想去看中医的意愿吧。总之，如果你有想要调理身体，有觉得常年都没有办法解决的身体问题，可以考虑看看寻求中医的解法。但还是建议大家确认这位中医的经历、执照等等，避免遇到卖你昂贵的药却没有功效的中医，才不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哦。无论是中医还是西医，都希望大家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医师，健健康康的过生活。谢谢您收听我的节目，希望有帮助正在学中文的你。我有将逐字稿放在资讯栏中，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参考。我也会持续的更新，喜欢的话可以 follow 我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